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我是 V。今天来开箱这盒 HGCE 古腹猎型海镊专用机，咱们教主很有面子啊，跳过一般配色，先出海镊版本。那今天的开箱呢，会包含板件介绍、外观总览、可动评测，以及最后我的一点心得，还有推荐度。那就赶快来看一下这盒新生版的古腹猎型表现如何。始めましょう。板件数量11片，以 HG 来说稍微多，不过其实真正的大板件也大概2-3片左右，全部都是新规板件哦，连电热边都是。其中 A 板件名称可以看到是扎夫特骨架，肯定是以后拿来兼用了。不过这样也好啦，以后新生版量产机们都有机会出。还是老话一句，给你钱，赶快出。不过 B 板件倒是蛮匪夷所思的空了一块，让人不禁怀疑万代是不是又故意搞偷懒。再来看到补色贴纸。很小一张，看得出来单眼的部分，不过浅蓝色也就是喷射背包或是腹部装甲的位置，等等来看是哪边。另外这次还多给了一张传单，宣传即将发售的桌游，不过我还在观望中，还没预定就是了。回到模型本体，既然都标示扎夫特骨架，那就先快速看一下，其实都还是要装上外装甲才会有完整的连接，跟上个月 EW 款的完成度比起来确实有差。至于观赏度自然不用说，几乎没有哦。顶多在四肢的关节处有些微的纹路。再来看外观，比对一下设定图，除了宽大的脚掌有做比例上的修饰，以及圆润的裆部改成棱角之外，其他的都算是很忠于原设定图加以立体化，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动。背面的话则是在后裙甲有稍微再拉长，让角度更加的明显。整体的比例很好看，没有什么不协调的地方。因为古夫萨克型的机体都有动力管的配置，强烈建议要上个墨线才会真的很好看哦。再来看一下各处的结构跟分色。首先是头部，一开始就可以看到单眼零件位在扎夫特骨架的板件上，日后的单眼机贴纸没有分色确定咯。组装时眼睛的小卡榫装进头盔下方的凹槽，也是目前单眼机的常规配置。接着装上动力管之后，可以看到嘴巴是独立分件，要上墨线的话建议先上之后清洁，再把嘴巴装上去。再来就是天线以及头盖的分件，天线也是常见的安全玩具规范，想要帅一点的可以自行剪断打磨。再来是躯干，在脖子处有关节，确保抬头低头或是前后摆动有一定的幅度。腰部的弯腰跟侧摆结构是先一起组装之后，再组装到上胸甲，简单的结构，但很不错的设计。可动上都有很好的角度，虽然装上外装甲之后就是另外一回事。外摆关节的配置也是常见的构造。到这边躯干的骨架都完成后，就是简单装上外装甲。可以看到在侧边跟腹部后方都有做到装甲无缝，腹部两侧的浅蓝色透过单一镂空得到了分色，也就确定浅蓝色贴纸在翅膀了。接着是手部，跟躯干的连接也是常见的结构，跟肩胛的连接采用球形关节。虽然肩胛有2个零件组成，但圆形铠甲的部分是一体成型，连接缝也是在转折处。肩胛的3处尖刺也都是单一的零件，组装完成后非常漂亮，顶多就是处理分膜线以及汤口要好好磨一下。曲肘关节也是十分常见的2段可动结构。前臂的外装甲则是分成3段组装，在装入曲肘零件之后，其实并没有固定住，还是可以直接拔出。要搭配侧边的4连装光束枪，光束枪也是近乎完美分色。组好本体之后，会看到内侧的圆珠卡榫，正好安装到前臂侧边的洞中，配上前臂下方的卡榫，形成互相固定的结构。组装后曲肘关节就无法拉出，光束枪也不会随意的转动，很棒的设计哦。前臂内侧未启动的电热边也有做到分色，高水准的分件处理。然后是腰部，一开始就会组装腰部的动力管跟腰部关节，蛮酷的设计。2段弯腰得到了保障，腰部的平面有一定的机械纹路。接着就是装上单一零件的简易髋关节，组装后会发现裆部会悬空，正常的别急。之后就是简单装上后裙甲，其中后裙甲的分色口也有分件分色。前裙甲的连接这一次回到了直轴关节，没办法剪断，实现各自的可动。在跟裆部组装之后，直接装进刚刚悬空的洞中。侧裙甲分为装甲本体以及关节2个零件，以 C 扣组装至腰部。虽然说明书上是说先安装腿部之后再装侧裙甲，但其实没差就是了。接着是脚部，屈膝关节也是常见的2段可动结构。接着以其中一侧小腿装甲为基座，分别安装侧面喷射口、脚掌连接基座跟屈膝关节。接着就是各种简单装上外装甲，完成后除了侧面有装甲无缝之外，
装甲各处的衔接处也都有很漂亮的装甲缝，100分的设计。后方的装甲跟喷射口也都是独立分件，膝盖的分件也有给到位，接近脚掌的装甲转折处也是分件处理，大腿的外装甲也是2片零件，装甲无缝也是给好给满。至于根部连接处就是简单常见的结构。脚掌先来看关节处，上下搬动跟左右摆动的关节互相组装，内嵌在脚掌，完整的脚底板在这盒也得到了重现。可以说整个脚部的组装完成之后，真的是只能用美这个字来形容，视觉观感跟结构真的超级舒服。最后是喷射背包，中央本体的喷射口是独立分件，在镂空处甚至有做出内部的机械纹路，很好看。接着就是将喷射口以及上方关节组装上外装甲，装甲无缝也是有给出。上方的记忆先看到尾部的部分，得说这边带有喷射口的细节，空间偏狭小不好分件，这里用了浅蓝色的贴纸给过啦。组装上记忆之后进行位移，最后组装上盖。两侧的主翼先装好尾部造型后，将2片白盖盖上，也有很漂亮的装甲无缝。接着就是不能给过的小副翼，在这里给了整盒最大的败笔，白色的分色是补色贴纸，这里真的是蛮不能接受的，超简单的分件，白色的板件又很小一片，绝对有空间可以塞这种简单的分件，这边真的是有吐到哦，完完全全的偷懒。既然都有背包，来看一下平衡感，可以说非常好，机体本身几乎不会倒下，不管是展开还是收纳都有很好的平衡度，值得称赞。再来看手型，分别是成对的持握武器，以及右手的开掌加持握电热鞭，这边还是觉得蛮小气巴拉的哦。剧中确实没看过电热鞭从左手伸出，但左手也给个开掌不为过吧，能省则省啊老万。接着看手持武器，分别是风暴光束剑、猎杀鞭以及盾牌。风暴剑的组成是由带一侧凹槽的零件，先装上分为2片的剑下半身后，再装上另一侧的造型，也是有装甲无缝的处理。接着在剑的上半身也是分成2片，可以看到在剑下半身的顶端有2个小凸起，跟剑上半身组装时会形成类似滑轨的构造，达成剑的伸缩机构，有轻微的固定结构，因此不会把玩时有突然伸缩的状况。两侧在剑伸长时可以安装光束特效，可惜没什么荧光效果。平时不用时，收缩后可以收纳在盾牌内侧。整把剑其实表现都蛮好的，除了剑身颜色，8成是为了比较符合动画啦，选用这种没什么光泽感的土黄色，我个人是比较喜欢鲜黄色。再来是电热鞭，2种造型，在紫光照射下有一定的荧光。使用时先拆下前臂的电热鞭零件后，配合上右手的开掌或是持握电热鞭，接着将尾端的卡榫安装到电热鞭孔中。最后是盾牌，分色很完整，正面的尖刺为独立分件，背面则是组装完成背板之后，会形成收纳风暴剑的空间。握把则是3个零件，但手持握把不可动。使用时除了常规的装在前臂的武器孔之外，也可以把握把拆下之后换方向装回去，让手部持握。最后来看补色贴纸，补色处跟空洞处。补色贴纸刚刚其实都讲过，快速复习一下。再来是补色处，虽然本身的分件已经很优秀，但有些地方的补色处逃不掉。本体的正面几乎没有，顶多就是4连装光束枪外装甲的黑色，蓝一点的话可以用墨线挡。背面的话都是在喷射口内侧，需要补上浅蓝色。再来是武器，风暴剑的握柄处要补上橘色，盾牌内侧上半部要补上灰色。最后是空洞处，只有2侧翅膀的关节处内侧的小凹槽而已。接着看可动，首先是头部，由于脖子处有关节，因此前后摆动幅度不错。抬头由于头盔下方的造型干涉，因此幅度很小。低头则是上课，左右摆动依靠球形关节，左右旋转也是随着头盔下方的干涉，没办法360度。再来是躯干，弯腰有上胸甲、腰部关节以及球形关节的可动，幅度很棒。后仰也有一定的角度，侧摆也是在上胸甲关节跟球形关节的配合下表现很棒。左右旋转在平时会跟后裙甲干涉，不过只要以腰部关节进行弯腰后，就可以360度无干涉。接着是手部，在翅膀收纳时可以前后360度无干涉。外摆关节刚刚看过有配置，并且可以提升平举角度。肩胛由于是球形关节，可以小幅度摆动，向上掀起也有60度。手部平举时由于很紧实，容易脱落，最大100度，再往上就会直接脱落了。手部弯曲2段可动，受到光束枪外装甲干涉，最大150度。其余的根部旋转以及手掌旋转
就是正常水准。然后是裙甲，前裙甲上向掀起160度，不过这里设计上有点太紧密，往上时会稍微卡住，要再稍微用点力才能继续搬动。像我这边已经玩到磨出粉来了。后裙甲是固定零件，完全的不可动。侧裙甲可以向上掀起130度。接着是脚部，前踢最大是100度，后踢虽然会受到后裙甲不可动的影响，不过髋关节的加成可以将30度提升到60度。侧踢最大是70度，视觉上看起来角度可以再往上，不过将脚部拆下来之后会看到其实关节处已经到底，无法再有更多角度哦。在把玩时一定要注意，以免玩到断裂。简易的髋关节才刚提过，双脚尾联动，根部360度旋转无干涉，屈膝两段可动，角度130度。脚掌的前后摆动有球形关节配合脚掌内嵌的关节，位移幅度很不错。旋转跟侧摆则是会受到装甲干涉。不过这里我不知道是把玩久了还是设计上有瑕疵，或者是我中奖。左脚掌比起右脚掌手感上松动不少哦。上下搬动则有70度的幅度。最后是喷射背包，同样的喷射口可以上下搬动，上方机翼可以上下搬动。另外在向下搬动时，顶到底部后可以再施点力，利用内部的关节进一步位移。主翼跟背包连接为球形关节，因此在摆动、上下搬动或是左右摆动都可以带动小腹翼自由调整。上下搬动表现很棒，可以实现完全的收纳，有180度的幅度。小腹翼本身也有70度的搬动幅度。那以上就是这盒 HGCE 古夫链型海逆专用机的开箱了，整个体验下来都很优秀啊，都很有2026年该有的水准。除了那个小腹翼，那个真的是这一盒最大的败笔。真的要再挑的话，大概就是风暴剑的颜色我没有那么喜欢啦，我个人是比较喜欢鲜黄色的。不过也因为其他分色上的关系，所以我觉得这一盒还不能称为到神作的程度，但是很喜欢量产机的观众，这一盒还是可以安心买。那下一盒呢？来看一下这盒 MR 魂 GQ 版吉昂白齿毛装备，我很喜欢这一支的设计哦，很有那种皇家骑士的 feel， 然后剧中表现也不错啦。虽然 HG 模型表现有点拉一坨，希望这一盒表现会好一点。那有兴趣的观众欢迎订阅我。那如果说这一支影片有帮助到你挑选模型的话，也希望你帮我点个赞。就这样，拜。